来到赛后采访，我们邀请到的是 TSW 的主教练战马，请战马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战马，欢迎战马教练。那首先要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蛮多人都想了解的，因为从国际赛结束到第二赛季开始，中间是有一小段时间的。想先问 TSW 在这中间有做过什么特别的调整或者改动吗？还是教练就让他们去放假休息了？因为其实First 回来之后，我们其实能休息的时间很少，然后又紧接着是第二赛段嘛，然后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第一阶段的国际赛真的是太惨了，所以就是选手也就是休息个1-2天，然后就说想回来继续练习。是，那当然国际赛的部分有蛮多选手都是第一次去参与的，有没有对于第一次参与这种国际赛展现出心情啊？就是他们觉得很兴奋啊，很开心。你在现场有没有看这些所谓的年轻小将再到国际赛那个感觉？我觉得一开始是有吧，但是因为其实每次国际赛就是这样子，就是看别的赛区会发现，他们好像蛮戳的，或者他们好像很一般，但是每次打起来发现，其实要赢下他们也非常困难，甚至是感觉到程度有差距，所以我觉得是慢慢从兴奋变成哇怎么那么难打的感觉。是，但教练你有留到那个金句，就是你第一场没有生气，第二场没有生气，但第三场出现一些状况，确实我觉得这就是小将在来到新的一个国际赛程的时候要面临的一些考验。但来到了第二个赛季的刚开始，似乎你们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在这场比赛对上GN前期虽然都小有劣势，但进入这种所谓的换线或是进入这种比较要转线的过程，打资源战的时候，你们总能取得领先。这是你们在面对GN一开始就有设定好的计划，你要打后期吗？还是其实你们临近一面在中途就取得了优势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队伍跟传统的越南队伍的风格，虽然都是打架很激烈或是很凶，但是其实我们队在游戏的整体的运营或者游戏的思路，我觉得跟之前的越南队是有所不同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吸收的也很快。是哇，那在来到了第一个赛季2-0击败了这个 GAN， 也算是老对手了。那想问一下，第一场比赛最后我们看到那个有人跳舞啊，这个进温泉要杀，你在他们打完了之后，因为他们很熟才有这种有趣的举动了。那教练看完的感觉会觉得有没有这种方面会多一点吗？还是少一点？我跟他们说一下吗？我觉得其实他们其实都蛮乐天的，而且他们跟其实对面的选手都很熟，所以我觉得这无伤大雅。OK， 那当然紧接着来，最后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趣闻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的战队，像刚刚我们提到 CFO 喜欢爬山嘛，有些人其实都有娱乐活动，那你们会特别安排，就是在训练赛休息没有训练赛休息的时候，还是怎么样？你们会安排一些团康活动吗？还是你们其实没有？我们的团康活动就是一起主动去吃。一起主动去吃。对。有没有特别哪位选手吃特别的东西？你有比较惊讶的？有吗？还是大家吃的东西都很平常？他们会把很多台湾的食物做一个不同，有着越南风味。我们厨房里面有7-8种这个越南薯的酱，做了越南风的台湾食物，非常非常有趣。那紧接下来 TSW 也开始了第二赛季的征程了，这次要前往的是韩国大田 MSI 的一个赛程，来到了第二赛季，第一赛季的王者来到第二赛季。那对于 TSW 主教练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吗？我觉得我要先跟 LCP 的这个粉丝观众们道歉，就是我觉得我们第一赛段真的打得不是很好，然后我们第二赛段会努力的。哇，就是我希望我们队伍带给 LCP 的观众，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我觉得真有点太谦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是拿下了 LCP 的冠军，前往到了赛程，有非常多18、19岁的小将才刚第一次参与，而且面对到的都是我觉得赫赫有名的世界赛的选手，我相信教练也是看在眼里的，很期待这些选手在后续不论是前往了国际赛事，或是更大的舞台，能看到他们更精彩的表现。也非常感谢战马教练在这个时间点参与我们的访问。我们今天的转播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也期待我们在下一周可以在 LCP 的舞台再跟大家相见。我是今天的主播 Section， 我今天赛饼老三，我是战马，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是明天下礼拜再见了，大家拜拜。